要相信我，我是为你好。我是为你好，我还为你好，你们两个不都是一样？姐姐，你要活得像人样！14岁，我杀了生母，继承了30亿。那天我才明白，活成他的样子，才是对唐家最狠的复仇。我是唐真，明面上我是唐夫人的小女儿，可实际上我是姐姐唐英的私生女。为了掩盖家族丑闻，唐夫人对外宣称我是她女儿，于是我和亲妈成为了姐妹。直到14岁那年，我才得知真相。那天，我捧着观音像去花房叫姐姐起床，却看到了永生难忘的一幕：唐宁竟与段氏兄弟在花房纵欲。此时我才明白，我只是亲妈权色交易的赠品，但我没想到权力竟连这种事都能控制。可还没等我缓口气，林翩翩就突然出现。珍珍，你姐呢？林翩翩戏谑的语气就像冰冷的针刺在我心上。如果我现在转身扇她耳光回击，唐夫人会骂我不体面吧？显然我不能这么做，只能尽快逃离现场。转身我就开始忙碌起来，试图忘记刚刚的事情。但花房里的一幕冲击力太大，我还是不小心出了岔子。珍珍啊，不是叫你把你姐姐从床上撕起来吗？没看到。有啊，我刚刚看到唐宁姐姐跟2个男的在那边聊天。这孩子，远房堂兄弟来了就忘了正事。林翩翩的故意拱火让我猝不及防，原来所有人都知道我的真实出身，只有我还在假装这层遮羞布能让我活得像个人。后来唐夫人知道了这件事，她只是淡然地劝解我，像和谐的人不是因为他怕输，是因为他珍惜。唐夫人的珍惜不过是教我用笑脸盖住伤口，原来眼泪和羞耻都是废物，只有权力能让人闭嘴。转头我就又和林翩翩有说有笑，只要我能装得够乖，总有一天我会让那些嘲笑我的人连求饶的资格都没有。从小唐夫人教导我，端茶倒水的人只有眼睛和耳朵，没有嘴巴，要学会察言观色。我明白，她是要我变成第2个唐夫人，用笑脸当刀子，用骨头做台阶，踩着所有人的血往上爬。有一次，唐夫人举办茶会，邀请了许多权贵，她想借着这个机会向王院长夫人献礼，而我就乖巧地在一旁侍奉着。林太太送了一尊观音像，可就在打开盒子的时候，观音的右手突然断落，在场的人都慌张起来，生怕这会得罪了王院长夫人。我看着唐夫人，她眼神只是闪烁了一下，就立刻镇定下来。菩萨帮夫人挡灾了，谢谢平安，谢谢平安啊！菩萨挡灾，哼哼，这尊观音的手怕不是早就被唐夫人动过手脚。林太太送的礼物总会偏偏在我衰弱盒子时断掉。唐夫人连菩萨都敢算计，那我算什么？她的新刀还是下一个唐宁。可想要在这吃人的豪宅里活下来，或许只有比她更狠。隔天，唐玲让我帮她买画画的颜料，我压根不予理睬，假装自己很忙。但其实我早就买过颜料了，就藏在抽屉最底层。可我就是不给她，除非唐宁亲自发现他们，发现那些不要变成疯婆子的警告，发现我比那些权贵更需要她。之后，我和唐玲一同接待营建署署长，我听到他们在谈炒地皮的事情。只要迷途计划能够落在秀山村，你没有这种事哦！我跟你讲，你讲到重点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公务员哦，拿国家的薪水，绝对不能徇私苟且啊！珍珍，拿干净的布来擦。干净一点。唐宁趴在男人耳边说悄悄话的样子，真令我恶心。可为什么他让我去拿布时，眼神像在求我别变成下一个他？我识相地将房门紧闭，而这笔生意也在谈笑声中促成。他们在桌上写的是钱，是权，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游戏规则。有一次，林翩翩和他的男宠马可当面蛐蛐我，他还会偷看他姐姐。对，是他妈妈说他妈妈都跟他妈妈做爱。哈哈哈哈！哇，你这那么色哦！哈哈哈哈！这那么色嘞！哈哈哈哈！林翩翩，你凭什么高高在上，还享受着马可的拥抱，却把我的身世当作茶余饭后的笑料？我
刚刚看到唐宁姐姐跟2个男的在那边聊天。林翩翩越是得意，我越要记住她每一句羞辱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让她连呼吸都变成奢望。我偷偷录下他们的对话，一遍又一遍的播放，那声音就像毒药侵蚀着我的心，但在我孤独的时候，却又成了一种慰藉。萨维西，阿达斯，萨维西。我对马可产生了一种畸形的迷恋，我幻想着能取代林翩翩的位置，能够得到马可的爱。就在这时，马突然受惊冲了出去，我慌忙去追，可等我回来时，却被林夫人拦下套话。我看着他们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又想到林翩翩平时在我面前的优越感，于是我就故意说出了马可的存在。他们用流言杀我，我就用真相反杀他们。他们母女嫌我脏，那我就让他女儿脏得人尽皆知。林翩翩嘲笑我是唐宁的私生女时，可想过你的马夫男宠会成为我捅向你的刀？后来林家遭受灭门惨案，警方对参与炒地的一行人进行了询问。我看到前来调查的署长通过眼神向唐夫人示意，我知道林家灭门是唐夫人亲手策划的，但他们永远查不到，这世界哪有什么真相，只有活下来的人才能继续编故事。晚上他们就坐在了一桌。以前我在将军麾下的时候啊，也是深受夫人照顾。原来署长曾是唐将军的部下，自然和唐夫人沆瀣一气。随后我听到廖队长前来汇报案情，他怀疑林家灭门案是专业杀手所为。显然这个调查方向署长并不满意，因为这才是正确的调查方向。王金山21岁，绰号马可，疑似与林家千金林翩翩有感情上的纠葛。那我们就朝情杀的方向继续调查。情杀，这理由真妙。死人不会说话，活人只爱看香艳故事。事后我故意向唐夫人告状，控诉唐宁在花房里吸毒，其实是我将马可藏在了花房里，怕被他们发现，想以此来混淆视听。因为我在考虑是将马可交给唐夫人当祭品，还是交给警察，那得看哪种选择会让我更接近继承人的位置。待会不要上学，陪我去看看翩翩啊。好。还是你最乖，走吧，来。林翩翩重伤昏迷期间，我多次去探望她，看着她躺在病床上的样子，比当年嘲笑我是私生女时更可怜。但现在她的男宠像条狗一样被我拴在花房里，连呼吸都要靠我施舍。她最好永远别醒，这样马可的生死就由我全权定义。躺好，放心，躺好，放心。有一次，廖队长找我问话，我特意将林翩翩的日记本交给他，所有的真相都在这本子里了，不过是用林翩翩的笔记替我写好的台词。他最好相信唐夫人精心设计的情杀故事，否则下一个出现在监控里的就是廖队长受贿的录像。后来参与炒地的官员们相继落马，或是被杀人灭口。我意识到唐夫人这是要准备收网了，但我却没有料到林翩翩竟在此时清醒过来。廖队长得知后第一时间赶来询问案情，于是我死死地握紧林翩翩的手。表面上我是在上演姐妹情深的戏码，可实际上我就是在威胁她，想活命就闭嘴。好在林翩翩最后什么也没说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但知道真相的人只有死了才会永远闭嘴。很快机会就来了，那天林翩翩病情加重，就连正常呼吸都很困难。面对她无声的求救，我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特意等到她彻底断气，我才去找医生求救。而这都是唐夫人教的好，菩萨断手能挡灾，活人断气才能消灾。我只想向唐夫人证明，我比唐宁更适合当接班人。事后我就将马可交由唐夫人处置。原来你是真真养的小可爱，你自由了，走吧。林翩翩用证件锁住马可，不让他逃走，而我用花房锁住马可。我们不愧为最好的闺蜜，连求爱都如出一辙。马可脖子上那条银链子拴得住人，却拴不住心，早就该融了，铸成银手铐。哎呀，记者等足久啊，一直我是变怎？去年你被变件事啊，可能两个什么小小的代志啊，甲帮助你啊，你别讲当我知啦。好，了解。下一地哦，因为你们跑尾就怕查。秀山的地，令长也有投资没有错，可是和他家的财产差了30亿。30亿啊？那真正是个人投资嘅。你经想看卖，我啥会到位啊？
经过警方全方面调查，案件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。但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唐夫人竟连亲女儿都能狠心舍弃。他们连林太太日本的户头在海外洗了一圈呢。然后这一次转去唐夫人的查囝唐林的口座，最后这个罪也袂得。当了他一辈子的人头，今天让他给我卖了。阿玲講嘅係真嘅，夫人佢用我哋為走得㗎，我又要批人，寧願我同段仲考。珍珍，醒醒吧！唐英说要带我逃走，于是我假意向学校打电话请假，实则打给了唐夫人通风报信。唐英之所以这么做，不过是拿我当作逃跑的筹码，而我却要拿他当垫腳石。真係我㗎，你唔可以帶走，是嗎？不會讓警察知道真相的。就算你真係出到海，你可以想我咩？唔好害死你個女啊！告密不是背叛，更像是我给唐夫人的投名状。可尽管如此，唐宁仍旧没有放弃，竟将我铐了起来。他说要带我离开这个吃人的家，可他的手却抖得比我还厉害。但别以为这手铐就能锁住我，他只会让我更想撕碎唐宁的虚伪。你要相信我，我是为你好，都是为我好。这句话我听了14年，他们连骗我的词都懒得换。唐宁和唐夫人有什么区别？嘴上说着爱，手里却攥着锁链。珍珍，我们爱你。唐玲的爱就是把我生成私生女，再让我叫她姐姐，现在又想让我叫妈，已经晚了。林偏偏死前瞪我的眼神，都比唐宁现在的眼泪来得真诚。姐姐，要活得像人样，一定要活得像人样。唐玲说为我好，可她连自己都救不了，凭什么教我活成人样？生我的叫姐姐，养我的装菩萨，他们连当个真恶人都这么没种。唐夫人在电话那头数着秒呢，你猜她会选择血脉，还是会选择一枚弃子？船炸成碎片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刚刚我打的根本不是电话，而是炸弹的遥控器。冲天的火光照亮我的脸时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我流的血早就变成了黑色。唐宁死了，30亿脏钱就洗白了，而我踩着亲妈的血，坐稳了唐家唯一继承人的身份。涉及农会超贷的高雄议长许天发的户头当中，居然发现了一笔来自立法院王院长夫人户头高达3亿2680万元的汇款。王院长夫人参与炒地的事迹败露，甚至被指控策划了林家灭门案。正在参加主席竞选的王院长也因此中箭落马。自此，冯建刚秘书长成为了当选热门，而此人正是唐夫人的秘密情人。当晚，我见证了权力的更迭。此刻，我凝视着王夫人扭曲的面孔，终于领悟，恐怖的不是死亡，而是沦为棋盘上任人摆布的棋子。带个话给你也知道，我们王院长他一生只注重清誉，不在乎权贵，希望这一次能给社会大众一个完美的交代，行吗？姐，那当然了，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。唐夫人说的对，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，因为它能让我们笑着杀人，哭着活成恶鬼。不过别高兴得太早，因为我才是最后的赢家。后来他们用冥婚掩盖灭门血案，用浪漫粉饰肮脏交易。这场戏码既转移了灭门案的焦点，又给冯秘书长造势。他们连死人的剩余价值都能炸得干干净净。我终于看懂，在权贵眼中，活人的欲望和死人的尸体都是筹码，而爱情不过是让棋子自愿跳进火坑的诱饵。恍惚间，我听到林偏偏在婚礼上癫狂大笑，似乎是在嘲笑我。她就算是烂成了灰，却依旧骑在我头上。不过林偏偏的冥婚就是一场笑话，而我要把她的爱情碾成灰。我有很喜欢，但是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啊。当我听到这句话时，竟天真的以为马可爱的人是我。他被林家当狗拴了3年，也该换个主人了。林偏偏的骨灰都凉了，马可眼里的倒影总该是我了吧？现在轮到我当女主角了。林偏偏写在日记里的浪漫爱情，我要亲自用嘴唇撕碎。然而我却失算了，马可强行把我拽进车厢，将所有愤怒都发泄在我身上。偏偏你是这样教我的啊！每个老板娘都是这样教我的。还有什么山盟海誓？
从头到尾都是林偏偏扣住我全部的东西，不让我走。我回去只是要回我的自由而已啊！我以为这么做是在反抗命运，却不知自己已经亲手戴上了家族传承的镣铐。唐宁被炸成灰，林偏偏烂在土里，只有我还在妄想用马可的体温证明自己不是怪物。到头来，林偏偏的氧气罩是假的，马可的爱也是假的，只有这铁轨声是真的。原来所有人都一样，都把我当狗。谢谢你们给我上的最后一课，爱是拿来杀人的刀，恨才是活着的药。多年以后，我装上了青花瓷假肢，继承了唐家全部家产。当初火车上那一跳，我不仅摔碎了骨头，还摔碎了最后一点人味。当我听到唐夫人想要安乐死时，我直接当众撕碎了协议，制造母女情深的假象。当年唐夫人教我扣下林偏偏最后一口气，如今我偏要让外婆求死不能。曾经唐夫人捏着遥控器炸碎唐宁，现在我转着外婆的呼吸管，我要她活着，听自己每口呼吸来赎罪，而这才是唐家女人的为你好。都说我瘸了条腿可怜，要我说，那些2条腿跪着活的才叫真残废。更讽刺的是，他们现在管我叫唐夫人，亲妈死之前让我活出个人样，如今却活成了她最恨的模样。好犀利喎，講你都變成我個模樣，係為你好，像我以前嘅人樣。什麼是人呀？外婆教我面对恐惧就看不见它，可现在我才懂，真正的恐惧是永远逃不掉的，除非你变成恐惧本身。千万不要丢下我一个。一定要长命百岁，晚年富贵。外婆放心，我不会让您死得比唐宁痛快。您教过我，活人比死人有价值。您这副瘫在床上的身子，就是我最好的护身符。政客们来探望时，谁不夸我孝顺？就像当年他们夸您信佛一样。谢谢您的为你好，现在轮到我教您什么叫长命百岁的诅咒了。